买，没有睡。我们是提前退休的 Leo 和 Lily 哈，我们在旅居中国1年以后重返北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也许你想不到，我们是来买东西的。这是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哈。俄勒冈州没有消费税，所以说我们在这儿建立了大本营。我们住的这家酒店是位于市中心的 Kimpton Hotel Vintage Portland， 这家酒店主打复古风，装饰的是非常漂亮的。但是我们不是为了漂亮过来的哈，我们主要是核实了这家酒店能够帮助客人收包裹，这样我们可以用它的地址进行网购了。这算是一家高档酒店了，每天晚上$200，所以说价格还算合适。但是我们不推荐这家酒店，因为我们如果下次再来的话，我们绝对不会住在波特兰的市中心。为什么？因为这个市中心的很多地方都弥漫着尿味儿。就像我们在温哥华那一集里所说的，这是我们非常不喜欢北美的一个方面，过度的纵容一小部分人的所谓自由，本该反映多数人利益的民选政府，反而在这些事情上无能为力啊！别误会我啊，波特兰本身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市啊，我们尤其喜欢这儿的文化氛围、艺术气息，还有众多的新旧书店。另外，走出波特兰城，你马上就走入一片翠绿的画卷。大树上都覆盖着浓绿的苔藓啊，这是美国西北部的一个特点。这是哥伦比亚河河谷啊，这附近有很多的公园、步道，还有历史遗迹，非常的美。回到购物的话题啊，很多人肯定会问：中国电商发达，这个价格又便宜，为什么不在中国买呢？对了，我们有些东西我们发现还是必须在北美买。这一期呢，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这儿买了什么东西，同时呢，我们先比较一下中美购物方面的主要差别。买的第一类呢，就是苹果的电子产品。首先，这类东西呢，一般是美国是最便宜的。再一个，中国阉割了很多重要的功能。开箱。再一个，从美国买的是全球联保，在中国买呢，只是在中国境内保修。我们去过北京的苹果店哈，那个苹果店的小哥悄悄地跟我说：“你们能出国，干嘛不在国外买呢？”对了，我们买这些都是为了做视频用的，这玩意儿不便宜啊！别忘了给我们点赞、订阅。一路上看到好多这种大 truck 啊，Amazon Prime。你觉得 Amazon 跟中国的咱们用的那个京东的那个网上购物的系统有什么区别吗？好多人说中国很大一个优势就是电商，是吧？但是我的体验哈，其实中国的最好的应该是京东吧。就是 Amazon 和京东比，我觉得 Amazon 是碾压京东的。第一点就是说呢，速度，很多人说是中国多快，但是京东并不是想象那么快，好吧？京东呢有一些1天之内就能到啊，但是呢。它有很多是4、5天，甚至1个星期才到呢。我看它上面它那个 track 啊，今天在扬州，明天在哪儿，反正一点一点就往这走。有些经常能到1个星期。Amazon 基本上是 guarantee 的，很多东西 overnight 就到，95%以上的都是2天之内都能到。再一个呢，就是说呢 ，Amazon 的这个return， 这不光是 Amazon 了，就是美国所有的商店，不管是线上的、线下的，这个退货系统，退货绝对是碾压国内的。你知道，国内很多东西呢，商店里买的基本上就不能退货，很怪。他们就说，你要想退货，你到网上买去，连实体商店都不能退的，你只要穿过的衣服都不能退了。那个，只要标签一摘就不行了。那美国都没问题啊，是吧？美国都1个月以后都能退，有的。反正就是大部分商店就是这样，没有 device， 你没有我买的相机什么都是这样，手机。反正中国退货非常困难。然后呢，在京东上也是，京东上它有2种产品，一种产品京东自营的，相当于这个 Amazon Prime 的是吧？7天无理由退货。可有的时候你还要上传照片，然后你还要付一部分的邮费。有时候你很烦，就为了1、2块钱人民币，你知道吧？有一次就是我们没付钱。怎么着？那个追我们就为了几块钱人民币，哎呀！对，因为我们刚开始不知道，人家那小哥给你打电话让你做，但是他没有说清楚，你以为是他要做，他也弄错了。而且我要跟你说一下我体验，而且退货的概率相当高。就国内的产品呢，就是你在照片上看的，你的 review 里都特别好的，和实际来的完全两码事，很多是，尤其是衣服那个尺码简直是厂家和厂家之间，就是它一个牌子之间完全是两码事。所以你看，我这次回美国买了很多衣服在中国我反而在中国找不到我的这个尺码，我也不是特别的是吧别扭的人是吧？反正就是很难弄，所以我衣服啊，我这个丽丽都抱怨了，我整天来，她每天一开门就发一堆衣服在等着我，然后第2天就退回去了，就是这样。
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就还是 Uniqlo 吧，至少优衣库的比较 consistent 标准，对，哎对，其他的都不行。我跟你说，我以为在西方啊，在美国买衣服觉得偏大，到了中国那才叫偏大了。我跟你说，西方人家美国人就都大头大胖子多嘛，是吧？那偏大也可以理解。我不知道为什么到了中国买的衣服都偏大，你知道吧？中国最小的是 S 号，小号是吧？小号都偏大。中国现在就流行偏大衣服。所以说，我们第二个在美国买的东西呢，就是一些衣服，尤其一些高档的品牌，因为这些品牌呢，在国内都是天价。比如说这个 Arc'teryx 这件衣服，Lily 穿的这个贝塔 SL 哈，在美国大概有$500左右，应该是3000多块钱人民币啊。我们回到北京发现这块卖了5500，差老远了。其实这是中国的牌子是吧？据说被中国已经买下来了，对吧？Lily 试穿的时候把人的警报给弄响了。我们特别喜欢 ECO 的防水鞋啊，这个在国内也要贵上1倍去。对，第三点 ，Amazon 跟那个中国京东的区别，当然是 quality control 了，是吧？这个就即使是中国产的东西，在 Amazon 的质量也会好过在国内买的。你看我这次来美国，我买了一堆袜子在 Amazon 上，都是中国产的袜子，你知道吗？我就在 Amazon 上买。你看我在中国买了一堆袜子，后来又不能退。这有什么问题呀？就是你看的很好，你来了以后非常的薄，而且就是不舒服，而且那个号码特别小，我不知道为什么。第四点呢，我觉得是用户的界面。这个 Amazon 就比较干净哈，就是说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广告。在国内各种平台上买东西，就感觉到乌泱的这种各种广告，一会儿叭这儿出来个东西，那出来个东西，要不就有什么可以打白条了，又打这个这样，又什么贷款了，什么都不相干的东西都来了。那个马来西亚那对夫妇啊，他就说他在中国买了很多东西，最后发现都成了白条了，就要收他利息。对，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可能无意中你会点了某些东西，结果成了你贷了什么款了，或者你开了什么白条，最后你还要付利息或干嘛的啊。京东上就好多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而且即使你在那京东弄完了以后，最后在你 check out 最后离开之前还要问你，哎，是不是顺手再买点什么呢？就是觉得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到处都有陷阱。但 Amazon 就整齐，就是说没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呢，从购物体验来说，我觉得 Amazon 还是好多了。很多人讲那淘宝多好，我就不明白。我跟你说，淘宝东西我压根儿都不想买。咱们这个年龄是吧，有一点实力的，你干嘛去买那些破烂货呢？是吧？你买好的东西，你买一次是吧？你就可以用很多年。那我估计很多人就是一种购物的乐趣，今天买一个退了或者扔了是吧？再买一个，就是要是想这种乐趣行。像我们这种不想花很多时间买东西的，其实 Amazon 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它那个 review system 非常准确，就是 review 好的几乎是不大可能是很差的东西。对，它中国这个 review， 对了，你说这一点，我感觉京东的好多 review 也假，或者是说。就是也说不到那个点子上。我很多时间花在 online shopping 上了，然后你知道在国内那个京东吧，那 review 第一句都是，哎，我被这个东西惊艳到了。好多的 review 都是这个，我都感觉这都假，你知道？你就真正的 customer 会这么说话吗？是吧？是不是也都是 AI 写的？而且我发现有的时候，实际上那个人说还没用呢，刚买来就搁那写 review， 哎呀 ，Amazon 就非常客观那 review。这个就是说，那这等于现在第5点，它的 review system 比较 Amazon 上的 review system 比较可靠。比中国的那些，比如说咱们即使在京东上，咱不要说淘宝啦，不要说拼多多那些了啊，那些东西更乱，参差不齐啊，很多质量差的东西。对了，所以说我们这个年龄嘛，就是说我们可以过简单生活，但是我们要过有质量的生活。对，我们说句公道话，国内可能就是更多有淘的乐趣。你在一大堆烂货不是太好的东西里淘的好东西，如果你这是你的兴趣，你有这个乐趣，中国是个好地方，你可以去淘去。但在西方呢，就是说质量普遍的会好。对，中国的那个网购跟外卖两码事，所以外卖呢主要是吃的方面那些的啊，吃的喝的那个方面，我觉得那是绝对 beat 美国了。对，但是这是另外一个 category。但是网购是不一样的啊。这就是我们感觉哈，比较一下在中国网上购物和在美国购物的差别。我一直在琢磨有什么东西要回来买的，一定要回来买，已经憋着要回来买了。举例子吧，就说第一类是电子产品啊。你要我这次来买要买一个苹果的 MacBook Pro， 这个一定要来美国买，我比较了全世界的价钱。
最后还是美国便宜，最便宜就是美国，即使是加上税还是美国便宜，而且这次我们还省掉了税。其实我急了，因为我的那个 iPad Pro 那个 M2 芯片呢老是过热，所以我一定要买一个电脑，所以因为影响到我工作的效率，我就需要马上买一个电脑。但是呢，我还是憋了好几个月，最后到美国来买。为什么呢？对，我可以多花几千块钱人民币是吧，去买一个在中国产的，但是问题很多功能都被阉割掉了，没有 Apple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这块 Apple Intelligence is everything nowadays 是吧？你把这个 cut 掉了，那是好大的一个 sacrifice， 那我肯定不会在中国买了，是吧？再加上除了中国之外还没有 warranty。苹果手机呢，它也 cut 掉了很多东西，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它没有这个卫星功能都没有了。如果你紧急的情况下，你发那个卫星 message， 在中国完全都没有的，而且香港卖的那个苹果手机都没有。啊，我有一段都想飞到那个汉城、那个首尔去买，啊，当然最终我决定不买 iPod 手机了，我买了一个那个三星的 S26 Ultra。为什么？因为这个也支持双卡嘛，也有实体卡，也有 eSIM， 所以我回国还可以两个都用，是吧？再一个就是说呢，苹果据说是以后这几代会有更重大的，还没有真正的拥抱那个 AI， 那是下几代手机才能更多的去有 AI 的东西才会推出，所以说等一等再再回到苹果，也许是吧。第二类就是高端的衣服，就买了一个那个 Arc'teryx 给丽丽啊，给我买了好几个那个 Smartwool 的那个 Smartwool 的那个 shirts， 就是那个叫 Merino 羊毛的那种衣服，这些东西在中国都是非常就几千块钱人民币的，在这儿大概。比如说长袖的里头的衬衫这种的哈 ，Smartwool 这件衣服呢，我研究过，在京东上大概得接近1700-1800人民币这个样子，200多美元了。那我们在这边买的不打折的也才130，对吧？还有一些颜色打折的话，才70多块钱就买到了。对啊，我没有找到 Smartwool 的专卖店在北京啊，我就去看了一件叫 Icebreaker， 是那个Icebreaker 是那个新西兰的。类似这种叫1/4 zip 的这种羊毛衫啊，它竟然要3000块钱人民币一件，3000。Smartwool 有什么好处啊？因为我们 travel 嘛，就 Smartwool 据说7天可以不用洗，它非常透气，但同时呢，它又可以完全用洗衣机洗的。这 Smartwool 有太多好处，我太推荐了。第一，你说的7天，即使出汗了也可以不用洗，也不会有臭味儿，也不会长虫子什么之类的。它没有，它自带抑菌机制，它里边羊它从来不洗澡的，它那个羊毛里边有天然的抑制细菌增长的东西。第二，它可以洗机洗，是吧？对。而且呢，还有一点，它可以直接穿，又透气又保暖。哎，可以贴身穿。其实我刚开始觉得可能有点扎得慌，后来试了试，哎，也行了，也习惯。我现在就是 Smartwool 穿的。你这件就是啊。这是迪卡侬的楼。就89%的。你比如说我买的这个 Orange， 我们登山那天出了好多汗啊，橘红色的颜色在雪山的衬托下，是不是特别漂亮啊？我有几个朋友给他们一发照片，他们立刻要我那个链接，也去跟着买了。结果现在打折才75块钱，70来块钱。good deal。你看我这个 Smartwool， 我就贴身穿了，你看没有？一点也不扎得慌什么的啊。还没说鞋子呢，是吧？鞋子我买了 Echo 鞋，我们这个在国内都是看过的。在国内的鞋都是2000多3万，就3000块钱走了。我们买了才多少钱？就算是给丽丽买的这个没打折，才200美元吧，200整美元，才1400。咱因为没有税，对，我这鞋呢，因为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款式啊，它不打折。那店里其实本来说买一件，第二件打半折，是吧？但是我就喜欢上这一件了，为什么呢？我特别喜欢这个小纽扣，它这个纽扣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新的一种技术啊。当然用过其他产品上 ，Echo 上用还是比较最近的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太 cute 了啊！每次一摁一下，你就能拧紧，再拔起来就放松，特别好玩，不用系鞋带了。所以我就买了这个，虽然有点小贵啊，200美元也还行了。他就为那个纽扣买一个原价的，我从来不买原价的，好吧？这样的话才200美元，疼得我吱呀怪叫。因为我从来没买过原价的东西，我这辈子。不是，你知道吗？Echo 鞋有什么好处啊？对长距旅游的来说，你来讲吧。
必须一双鞋就是能解决所有的难点是吧？问题对场景是吧？能爬山，能走路是吧？哎下了雨也没事，下了雪也没事是吧？这就是 Echo 的好，这是防水的鞋。防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透气不行，但是这个 Echo 我们都试过，它透气性非常好。它有 Gore-Tex 的，也有不是 Gore-Tex，是它自己用那种什么膜的那种哈。我们本来以前因为用过啊，我去 Costa Rica 的时候买的一双那个 Echo 的那个 Gore-Tex 的那个鞋，当时我们买的那一双哈才100多。我记得我那个视频里头说过，我穿着小白鞋还很新的。结果我们去到山里头参加那些玩的东西，做 zip line， 我没想到后来还要跳水里头，我就穿着我这个小新的皮鞋跳水里头。后来我还穿了2年多，一点都没坏，你知道吧？然后冬天回北京的时候有雪呀，天气不好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穿这鞋，因为它又透气又防水。所以我们俩当时就说，在中国要不就买吧，因为我那鞋有点旧了。2个店去看都是2000多、3000多，而且他说我的那个旧鞋吧，本来都划了，边上都划了痕了嘛。当时是说咱俩把旧的卖回去，买新鞋的话能折500块钱。但是我们俩后来就觉得，哎呀，这个有点太贵了，比美国价格贵好多，所以我们就决定还是在这儿买了。我们在 Oregon 的那个 Beaverton 买的啊，就是没有，第一是没有销售税嘛，对吧？再有那个它是个 outlet， 种类还很多的啊，当然有的尺寸没有了。我这鞋好像不是 Gore-Tex 的是吧？不是 Gore-Tex， 但是我们那天6个小时爬那个太浩湖最旁边最高的山，然后下山花了3个半小时。我穿这鞋一点没事儿，但是呢，这次爬山因为石头太多了，石头山呢，我就觉得把我这鞋又磨坏了，哎，我挺心疼的。不过听说回国那个可以给修补补吧。我6买了一双，对，它是那种打折的。我才多少钱？才60 80，我记得80美金。总结一句话就是说呢，在中国的一些你要买一些高端品牌就太贵了。不合算，不如回美国买，而且质量很有保证。还有看看我们俩一人都买了一个 Garmin 的手表，这个手表呢，主要是为了锻炼身体的时候能够跟踪一下，不光是你走了多少步啊，这些都能。其实我现在发现很重要一点呢，是要有这样的这个脉搏跳动这个频率，因为这个非常重要，要控制住。我在 Amazon 上买的，大概350美元吧，好像正价400多美元左右。但在中国我没有研究到底多少钱啊。我在台湾也看过，也卖的好贵，我都好震惊。我说这 Garmin 怎么会卖那么贵？后来我发现很多人现在都在 Garmin 不带那个苹果的 Watch 了，确实可以撑7天没问题。它这个还有关于这个 sleep 睡眠这方面的那个 monitor， 每天给你一个睡眠的分儿，因为你睡眠不好，它就会给你建议说你今天的运动量就是能是多大，不能太多了。当你睡眠特别不好的时候，它就不建议你做很多的消耗体能的运动。就是一开始呢，不是特别说要不要买手表，因为什么呢？因为有的人就说我戴2天就烦了，就扔了。后来我一开始买了一个，我前阵不是买了一个 vivo 的手机嘛，它也有匹配的2种手表是吧？那我们就买了一个最低的，因为我觉得我只要每天走多少步，锻炼消耗多少能量，然后知道自己心跳，我就觉得我不需要太多其他的功能了。但是后来用了几个月下来，就发现哈，这个步子呢好像夸大了那个量。然后呢，睡眠那个就好像也特别不准。来这儿以后呢，Leo 就研究了一下，在美国现在很多人，就包括我们孩子都说，他们用苹果的手表的话呢，就是说最多能撑2天，所以就挺烦的，老要充电哈。还有一点，它并不是说。这个苹果的问题，你只能用在苹果的手机上，好吧？因为这个 Garmin 的一个好处，你苹果也可以用，是那个 Android 也可以用，都可以匹配。我觉得另外带一个这个手表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那个你睡眠呀，你锻炼这些都有一个 tracking record 哈，有一种成就感嘛。另外，我觉得还有很重要一点呢，就是我从看了一些有一些专家讲，就是说做骑行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心率。我最近感觉爬山的时候你也要控制心率，就是任何时候锻炼吧。你要控制你的心率，不能超过你的最大值，不能在你的最大值哈。最大值像它是根据身高、体重什么有个测量哈。比如说我们可能最大值150，比如说啊，但是你在150就会很不舒服了。尤其是我们在高原爬山的时候，我的感觉、我的体验就是说我不能超过120，一超过120我就有点感觉就咚咚咚跳了。所以呢，你就稍微歇几分钟，然后再接着走。个人的不一样嘛，你可能你可以130，你就我是低于130，我就控制在低于130嘛。反过来了，就是你运动不达到一定的这个心跳速度也是没用的。
有些人老年人就走步嘛，是吧？走步的话，你不达到一定的心跳是没有太多好处的。第4类啊，我们认为需要在美国买的就是维生素系列的。我们上了50多岁以后吧，你其实更早的时候就应该补充维生素了。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吃一些维生素和鱼油这些东西啊，但是呢，国内的产品，我以前本来回国的时候就从美国带回去的啊。但是等我快用完了的时候，我在中国想买的时候，你知道吧，我就不知道到底在哪儿买好，哪里可靠，因为各种中国的、外国的好多都是什么这个什么专家评估那个得奖的。但是你知道前一阵儿不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案件吗？就是那个谁董宇辉那个翻车那个事儿嘛，对吧？说有一个澳大利亚的产品，实际上根本不是澳大利亚产的，是吧？广东产的。他那澳大利亚地址原来是个车行，本来这个产品是个很大的销量，而且还挺贵的一个产品，人家记者又拍出来，怎么把它变成了一个名牌，根本都是假的。所以我现在理解为什么以前我国内的一些朋友，他们一些好朋友就让我经常从美国给他们带维生素了，你知道吧？就是不放心，你知道吗？你花了钱你都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真的好的哈 ，label 上写的是不是准确？这个其实也是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没有这么多那个网上带货的人，你知道吧？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还有网上带货这个行业存在。有人总结过了，为什么美国没有这么多网上带货？因为就是美国这个不管怎么说，有食品啊各方面、食品卫生各方面的监控在那儿了，它的 label 上必须要符合一定的准确性才能行，然后有安全性各种方面都有要求的，所以不需要那些名人去给你带货，告诉你什么东西好。然后你看中国多少这种网上带货都翻车了，一个接一个的。这个事情如果这种系统食品监管部门不起到它应该有的这些作用，这些零售商店没有质量保证，这些事情就会永远发生的。总而言之，美国这个你别看这个些监管东西可能很啰嗦很什么，但是就保证了老百姓不用那么担心，不用什么跟某个网红去买东西，你知道吧？因为中国这几年发展太快了，这些监管根本跟不上。所以呢，我们买一些维生素，我们只要吃一些维生素啊、鱼油啊、什么这些钙呀、什么这些东西。你也想网上带货吗？我不带货啊，你都自己去买，我不带货。最后一类啊，就是护肤品方面，有时候我觉得也真的是啊，就是在中国买吧，你知道吧？就是我也是觉得就是。不知道真真假假，就有点像类似维生素一样啊，贵的也不一定好。然后有很多品牌进入中国以后呢，它又成了本地化了，又被中国企业买了什么的，反正也搞不清楚啊。我说一句，就是实际上我京东看的多了，因为京东上其实卖的最好的都是国外的，是对，说明中国人对本土的产品还是缺乏信任。对，你看像我们后来吧，我发现，因为我们经常逛我们旁边一个大楼里头，它有一个那叫屈臣氏啊，屈臣氏里头，后来我发现哇，所有欧美的这些大品牌啊，护肤品全都有啊。但是我就说我到那儿我该买什么呢？我就找原来美国的产品那儿也有，结果呢，这个导购的小妹妹啊，就跟我说，哎呀，姐姐这个东西不好，它里头有酒精啊，或者说什么这个那的，说一大堆。因为我经常用 CeraVe， 我觉得 CeraVe 的 lotion 保湿是最好的。然后呢，他就给我推销那个澳洲的品牌，我就说他说的我也不知道真假，我在上网问了一下 AI 就说什么呢？这个牌子其实是不错的，但是在中国呢，可能有点过于营销了，我说怎么着？那句话评论就跟我感觉，哎呀，可能也不太好。我说得了，我还是回美国买吧。这也是一类在中国真假难辨，所以呢，也要考虑在国外买的东西。